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四姐。今天呢，心情不太好，原因是我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，然后呢，就联想到我将来呢，悲催的老年生活。故事呢，要从头说起。这位老人是我认识的啊，他今年75岁，他呢，把女儿也是送到了国外啊，哪个国家我就不说了。也是送到了国外。其实呢，他家两口子一个是公务员，一个是在国企上班，收入还行，供孩子出国上学也是紧紧巴巴、省吃俭用的才能供孩子出国留学。因为出国留学真是一个大头，一年几十万啊！有几个网友私信我说孩子出国留学一年需要多少钱我私信给他了。这个呢，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公开。说实话，我们家孩子出去留学算少的，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工薪阶层，省吃俭用的供孩子出国留学。就我们家给孩子这种花销就不算多，但是对我们来说已经很尽力了已经非常尽力了，也是在省吃俭用的去供孩子在国外上学。像这种情况的很多很多我今天又看到一个视频上面说什么呢？有一个家长孩子要去美国上学，说供了2年，然后这个钱呢就不够了，不够怎么办？孩子还没毕业，家长就利用这个水滴筹来给孩子筹学费。水滴筹都是看病看不起的贫困家庭，那是救命的钱。说你来给你孩子筹这个上美国上学的学费，我还想筹一个法拉利开开呢，这个水滴筹能让你们这么祸害吗？说明咱们国内很多家长为了孩子不惜一切的代价，甚至卖了房子供孩子出国留学，但是孩子呢，他能给你什么回报？我就刚才说我那个朋友他去世了，去世的时候孩子根本不在身边我继续说。她是一个女儿送到国外，送到国外以后呢，在那结婚生子找了一个家境呢不是很好，但是这个男生学习还是挺好的结婚以后呢生了孩子，然后就让他自己的亲妈去给看孩子。看孩子过程当中呢，经常会呲的他妈，挑这儿也不是那也不是，但是呢亲妈还必须得给他看孩子干家务。等她婆婆去了以后呢，也就是去看一看，她婆婆给看孩子她还不相信信不着。但是她婆婆去了，她就是对她婆婆是恭恭敬敬，还您您的管她婆婆叫您您的。对她自己的亲妈是又吆喝是又呲呲哒哒。孩子看大以后上幼儿园了，她老妈就回来了。但是病的时候，人要去世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没有时间回来。所以说我看到了这种情况，这就是我将来的下场。孩子小的时候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尤其是女儿，父母都是很疼爱的，从小培养什么舞蹈呀，什么钢琴什么画画呀，什么英语呀，就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培养孩子，给孩子最好的东西，给孩子最好的这个教育。但是谁能想到他长大会是什么样子？都说养儿防老，现在有几个孩子能孝顺你，能养你的老呢？有很多朋友说快让你女儿回来吧回来在国内，在你们身边，一家人离着近一点儿。但是孩子长大了不是咱们说的算，他小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就是说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，但是现在他长大了，他有自己的思想，不是说咱们想让他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所以说有很多家长私信我说让孩子也想出国啥的，问出国好不好。
这件事呢，我还真是没法说好和不好。不要觉得人家孩子出国了，咱也就想出国。出国呢，不是说人人都是好事，你得量力而行，看你自己家的钱包鼓不鼓，够不够用。有很多孩子他会攀比，看同学，你看谁谁都出国了啊，我也想出国。又说一个话外音啊，我以前一个老邻居啊，他家养了一个女儿，到了18岁的时候说要出国，原因就是他的同学很多都出国了，但是他不知道他同学的父母能挣多少钱，他也不看看他父母挣了多少钱，就要求父母你得给我拿钱，我要出国留学。最后他妈没办法，就是把房子卖了，老两口租房子，把房子卖了以后拿钱给孩子去出国留学。像这种情况还真不少，在我身边就有2、3个，男孩的女孩的都有。最后怎么样？出国又怎么样？花了那么多钱，就是少说得2、300万出国留学，将来呢，他能回报你什么？所以说出国留学一定要慎重啊。像这种孩子出国的，剩下老两口在国内的，最后惨不忍睹的这个老年去世，在他最需要儿女的时候，没有儿女在身边。很多最后就是说，谁伺候我，我就把我的房产给谁，我的遗产、我的家产给谁。这种现象应该是挺多的，因为很多孩子他根本就不孝顺你，不理解你，那父母最后也就生气了，没办法才能做出这个决定。每个人的晚年都是充满了血雨腥风啊，这句话呢，我认为还是挺对的。以前人都说啊，说你什么不得好死，嘎巴一下子就让你死掉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得好死，这个是真正的好死，一下子就没了，没有血雨腥风，那多好啊，没有痛苦。那我觉得那样是真是烧高香了，就那么走了，多好，没有痛苦，没有思想压力，没有思想的痛苦啊，也没有身体痛苦的压力。今天说的话呢，有点这个沉重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老，都要经历这一块啊。因为我现在也是奔6了，身体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，就感觉这个老啊，真的就在我身边。所以说今天呢，才有感而发，说了这么多沉重的话啊，但是也是我的大实话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，感谢收看，下期见，拜拜。